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我们借助这两个曲角呢，给这些非常注重于装修细节的业主分享一点小知识。大家可能经常看这些短视频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是这样说的，我到底该听谁的呢？到最后也不知道该听谁的。我们今天要说的呢，就是这个混合气，或者可以把它比喻说花洒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关于装花洒，很多业主都掉过坑，说，哎，这个装饰盖怎么都扣不上，哎，能扣的这么完美的啊，很少。装修的师傅呢，非常注重这个细节，你最后才能达到这个完美的效果。如果师傅不太留意这些细节，不太注重这些细节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，留有缝隙啊，或者管与管之间歪了或者什么的等等。这个混合阀呢，装在这里。然后呢，给洗衣机供热水、冷水。哎，你看啊，就是这个管与管之间的距离呢，差不多啊，我也不具体量了，但是很明显，这个管呢和这个砖是齐平的，然后这个管呢，明显是凹进去一点的。像这种情况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整齐，是不是这个是最好的？哎，反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。它这个如果能切入的再深一点，就更好了。尤其是这个水管的面能和这个砖的里边齐平了，那效果是最好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大家就知道了。这是两个一模一样的曲角，我分别给它两个都装进去。我们拧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拧到它拧不动为止。好，拧不动，我把这个也把它拧到拧不动，哎，拧不动为止，我们把它再倒过来。一般呢，朝上都是我们的安装角度。这个时候呢，两个装饰盖也是一样的厚度，我把这两个装饰盖呢分别给它拧进去。拧进去，我们看它的效果。哎，这个已经拧到底了，很明显看到有缝隙了啊！看到这个缝隙吗？大概有个3到4毫米的缝隙吧。很明显，这个墙里面的水管都是个歪的，这边缝隙大一点，这边缝隙小一点。然后我们看这个水管凹进去的，凹进去差不多半公分左右。我们把这个装饰盖呢给它装进去，哎，我们都转正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既然扣的是严严实实，这个扣的是非常严实。反观你看这个很明显是有缝隙的，看这个缝隙，它已经是一个拧不动的状态了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啊也没有一个标准，不管是从水电的角度出发，还是从瓦工师傅的角度出发，这个东西有标准吗？其实没有标准。一个人一个做法，10个人有10个做法。所以说，我们作为安装工呢，每天要应对的就是千万种做法啊，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，不管它是歪的、正的、斜的、翘的，都要想尽一切办法给它装上去。当然，我们也能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像这个花洒一样，哎，给它装的严严实实，扣的非常紧密。但是有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做的是太差劲了，不是我们给他做不好，是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前期留下来的我们也无法改变，所以才会有人研究出什么万向曲角呀、加长曲角呀，对吧？还有那种大弯的曲角呀，去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不过就现在的这种情况，我们在一个正常的安装费的情况下，不跟客户加任何费用的情况下，给他处理好，也就是说这个可以正常安装，然后这个曲角呢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处理。稍微做一个处理，就是给它安上去，保证它是扣的严严实实就行了。遇到类似的情况呢，我有2种处理方法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法，哎，行不行？今天呢，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第一种处理方法，就是用角磨机上这个砂轮片，然后呢打磨哪里呢？是这个位置。打磨的位置呢，就是把它后边这个开牙的地方没有全开的位置，把它磨薄一点，这样这个装饰盖可以直接扣进去，这是一种方法。装饰盖到了这个位置呢，它就拧不进去了，所以说磨一下，它就直接可以套进去。打磨完以后的曲角呢，我们可以顺着这个丝口啊，直接可以拧过去，看，哎，它就可以套在里边了。然后我们第2种方法呢，就是可以借助这个砂轮磨头，
这个砂轮磨头呢，可以把这个孔稍扩大一点，同样它也可以从这边穿过去，这是第2种。当然还有第3种，第3种的话就是看过我视频的应该知道，这个曲角啊，我们可以给它从这个部分切掉个2到3毫米，这样的话也可以，这个效果当然是最好的。但是啊，如果涉及到切的话，这个肯定是要另外收费用的，这就看客户是怎么选择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2个曲角呢调成了一样的角度，但是从正面来看，很明显这个混合器呢是个歪的。现在很明显它就是歪的，这边低，这边高。我们通过这个瓷砖的缝隙，很明显的能看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通过调节这个曲角，把这个混合器呢调平。现在已经调平了，调平了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2个曲角的位置，它们的位置呢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。现在看这2个曲角的位置，这个曲角呢，为了往高调，把它几乎是立起来的状态。然后呢，这边为了往低放呢，这边就开始往下调，往下走。这个呢就调成了个斜的状态。但是不管它们怎么调，必须得保证混合器能够顺利的装上去和拆下来，这样才可以。所以我们调的时候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混合器啊，先不要上装饰盖，把这个混合器呢先预煮好，然后开始调。反复调的过程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平了。或者你可以借助一个水平尺啊，像我一般就是有这种瓷砖缝隙了，看一看啊，用眼就看个差不多了。这个装饰盖呢，正常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经过我们打磨呢，这个装饰盖只要你用力的一推，哎，它就掉进去了。但是它的弊端呢，最大的弊端就是你拔了它就转，最大的弊端。这样的处理方法呢，其实我们直观的来看，这个东西哎非常整齐了，但是它的弊端就是你一拔了它就转。不过这个东西啊，按我们正常人的理解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东西装在这里，其实我也不会动它了。唯一在以后使用的过程中呢，就是开水与关水，这个东西能起到一个完全的遮丑效果就可以了。因为刚才呢，这个管件比较深，这个比较浅，它们拧出来的长度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肯定是长，这个肯定是短，但是我们安装工啊还有一个补救的办法。看，这是厂家的带的2个胶垫，本来呢它是一个接口一个，为了把它呢补成平的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胶垫进去。我们在这边这个短的丝口上呢，里边再加一个胶垫，2个胶垫，这样呢可以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。现在呢，经过我们处理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它这2边的距离，因为这边是加了胶垫的，从丝口上来看，这边的丝口呢很明显是要宽一点的，然后这边的丝口呢很明显是要窄一点的，但是我们这边加了一个胶垫。现在我们来看，从墙上到这个混合器的这个边 4.3 毫米，然后我们到这边看 4.2 多一点，不到点 4.3 毫米之间呢应该是差半毫米。由我们肉眼识别呢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效果了。这就是在业主不花1分钱的情况下，我们作为一个安装师傅，能给他做到最好的效果。所以说呢，很多时候啊，不是说我们安装师傅不负责任，不是说我们做不好，不是说我们粗心大意，有时候是基础太差。你说就跟你盖房子一样，基础做不好，你盖100层楼高，那只是一个摆设，风一吹它就倒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观看米师傅往期的视频，你们可以点个关注。拜拜。